你们知道在 NBA 历史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在24岁的时候平均29分、6助攻、2抄截吗？Hey, what's up? It's your boy Skip to my Lou， 欢迎回到这个 People for Life 的球员故事系列。那有一集啊，我在做房间开箱的时候，我有介绍到一张海报，那是一张 Adidas 的 Impossible is Nothing 的海报。那张海报有很多运动啦，不过篮球的方面呢，它有一个标语，他说 Basketball is a brotherhood， 就是无兄弟不篮球，打篮球的都是好兄弟，就是这个概念。那其实在讲那张海报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哇，那个系列的球员啊，基本上我都做完了，所以今天做这一集球员就是算是完整的那个系列。那今天这位球员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故事嘛，但是今天这号人物他真的是奇葩到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境界。如果你用疯狂可能都只是稍微的形容他而已。所以今天这一集记得看到最后，一个会同时让你傻眼，和一个会让你佩服到极致的球员 The Hibachi Gilbert Arenas。Gilbert J. Arenas Jr. 别名 The General 大将军 The Hibachi 碳烤炉 Agent Zero 0号探员。Hibachi 代表手感很烫，像是被火烤一样，所以 Hibachi I'm cooking you up 准备把你烤焦的意思。身高6尺4寸193公分191磅86公斤。1982年1月6号出生于 Tampa, Florida。高中就读加州的 Grant High School， 大学在 Arizona 打了2年球之后，加入01年的 NBA 选秀，第2轮第2顺位加入金州勇士，2年后转到了华盛顿巫师队，在那里打了8年，之后短暂的在魔术和灰熊打了1年之后，来到 CBA 的上海大鲨鱼，之后就淡出职业赛场。在 Arizona 大学的时候是2000年的得分王，在他11年的 NBA 生涯当中，拿过2003年最佳进步球员，05、06、07年入选 NBA 全明星，05、06年 NBA 第3队，07年 NBA 第2队。Penny Hardaway、Grant Hill、Tracy McGrady、Brandon Roy 这些球员都有一个共同点因为受伤而无法大放异彩的球员 Gilbert Arenas 其实跟他们很像。Arenas 的0号球衣掀起了一股风潮，是现在很多球员选择0号的原因，代表着原本不被看好，但是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的意思。不过 Arenas 又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一个从小到大都被媒体低估，好不容易打出名声，准备要走向篮球名人堂之路的时候呢，却又因为他的受伤和很奇葩的脑，让他几乎一转眼就消失在职业赛场上。这一切难道都是运气吗？让我们回到过去，从他的故事找找看线索。Gilbert Arenas 出生于东岸佛罗里达州，妈妈 Mary 在他2岁的时候就进了监狱。Arenas 跟着老爸 Gilbert Arenas Sr. 一起横跨美国，来到了西岸的加州，在 LA 一个叫做 Valley Glen 的郊区。他老爸是一个接不太到案子的演员，所以小时候 Arenas 的床就是他爸 Toyota 的后座。一直到警察告诉他们说不能再停在公园旁边之后，父子俩就找了一个体育馆睡在垫子上。小 Arenas 每天看他爸一直在研读剧本，然后一直被刷掉，但是还是不断的准备。Arenas 问他爸说，既然你知道一定不会上，那你干嘛那么认真准备啊？他爸就回他，这一次有没有上根本不是重点，而是万一真的属于我的机会来了，我可以100%的把握住。爸爸的身教一直影响着 Arenas。在6岁的时候，因为老爸是一个疯狂的公牛迷，家里基本上只有红色和黑色，所以 Arenas 开始接触了篮球。虽然一开始对篮球只是玩玩而已，但是因为95年季后赛魔术淘汰了公牛， Arenas 爱上了 Penny Hardaway， 所以他高中的时候选了跟 Hardaway 高中一样的25号，收集所有他的球鞋，把它供起来观赏，他穿都不敢穿。10岁之前， Arenas 除了打篮球之外，也有参加田径和美式足球队，一直到有一次打美式足球直接被撞晕，睡一觉起来之后呢，他就决定专心的打篮球。在 Grant 高中加入了篮球队之后，教练警告很爱胡闹的 Arenas， 如果你不好好练球，我就让你退队。那天结束之后， Arenas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开始牺牲所有和朋友玩乐的时间。住在学校对面的 Arenas 每天早上6点起来，上课之前练球，午休练球，下课时间练球，每天练6个小时。除了练球之外， Arenas 会不停地观察很多的比赛，并且做笔记，研究数据，尤其观察防守者的动作，然后想尽办法破解，
这段时间培养了自律，成为 Arenas 往后进入 NBA 最可怕的习惯。就算高中每场平均可以砍下38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人认识这个郊区的小孩，所以在大城市的比赛对 Arenas 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一开始的时候 ，Arenas 这个没有人认识的球员会直接走到当时有名的球员DeShaun Stevenson 面前，跟他说：“你只不过是跳得比较高而已啊，你不会是我的对手啦。”碰到 Gary Payton 的弟弟，跟他说：“你应该只是一个纸糊的手套而已吧。” Arenas 做这些是为了要得到他们的关注，因为就算他比赛当中一直砍分，还是没有人理他，分队的时候也不会有人选他。有一次碰到了他的贵人，当时的巫师队球员 Mitchell Butler， 在一次的练习当中，因为 Butler 的队友迟到，所以找 Arenas 带一个。Butler 鼓励 Arenas 说，虽然对手可能比较有名，像 Paul Pierce、Baron Davis、Rafer Alston， 但是不要去想他们的名字啦，在球场上，篮球就是篮球。这让 Arenas 建立了自信，从那天开始，动不动就砍50分的表现，这个来自山谷的小孩名声开始慢慢的传播了开来。在1999年 ，Arenas 加入了前年才拿过 NCAA 总冠军的篮球名校 Arizona。他没有办法继续穿高中的25号，因为那个是学长 Steve Kerr 的号码。再加上媒体都这样评论 ，Arenas 绝对比不上前年的冠军后卫 Mike Bibby。他们估计这个球员上场的时间应该会是0分钟。好啊，那我就穿0号，证明给你们看。第一年教练 Lou Olson 因为球队已经有了稳定的2个后卫了。他没有打算让 Arenas 出赛，但是后来为什么改变主意呢？其实是因为赛季开始之前 ，Arenas 被邀请到了 Jordan 的夏令营。分队的时候 ，Jordan 选了 Arenas。基本上这种比赛，Arenas 只要拿到球，他就是疯狂得分。当他手感好到不行的时候 ，Arenas 竟然鼓噪所有的观众一起喊 ：“Jordan sucks, Gilbert's better。”就是 Jordan 弱 ，Arenas 比较强。比赛结束之后 ，Arenas 拿下了40分。当 Jordan 知道这个得分好手第一年在他的学校没有办法出赛的时候，他说没关系，这个交给我处理。Jordan 打给 Olson 教练说，我发现你的球队里面有一块钻石，你应该不会让他坐板凳吧？因为这样 Arenas 提早开始了他的大学篮球生涯。不过呢 Arenas 在大学的时候，他压根没有打算要念书，而且还在学校胡搞瞎搞。一般人早就被退学或者是冰在板凳上了，但是 Olson 教练不同，他说如果你翘课一天的话，你就早上6点起来，30分钟内给我跑8公里，能够打球换上课，这是多么棒的交易啊！所以可想而知 ，Arenas 的篮球越来越强。在大学的2年 ，Arenas 都是球队的主力得分点。没想到大2就一路杀进 NCAA 的总冠军战，不过很可惜败给了有4个未来 NBA 球员的杜克蓝魔鬼。输球之后的 Arenas 原本想要继续在大3证明自己。但是有一天 ，Olson 教练把 Arenas 叫到办公室，他说：“我告诉你，现在的你已经超越了现在在 NBA 打球的 Mike Bibby， 而且你是4个参加选秀的队友当中唯一一个准备好的。”既然教练给他这么大的信心 ，Arenas 决定弃学，反正他好像也没有在学。接着就投入2001年的 NBA 选秀。到了选秀那天，预计在前10顺位被选上的 Arenas 竟然掉到了第2轮。才被金州勇士选走，原因我等一下再一起讲。勇士的教练不太敢用新人，怀才不遇的 Arenas 好像有学长 Mark Jackson 的提携，每天互相把对方叫醒去练球，还有传承很多的经验，让 Arenas 的1对1能力大幅提升。他不断地告诉 Arenas， 当他们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不能只有准备好而已，你的表现是要吓死所有人的。后来先发 Larry Hughes 受伤 ，Arenas 才补了他的位置。第1年的暑假 ，Arenas 每天6点起床，扒着体育馆的投篮机发了疯一样的练习，动不动1天的投篮都是1000球以上。第2年，先发的 Arenas 数据比去年翻了1倍，拿下了新秀挑战赛的 MVP， 还有最佳进步奖。在勇士队的第2年结束之后 ，Arenas 变成了自由球员。Jordan 前脚才退休离开巫师 ，Arenas 就以6年6000万的合约来到了巫师队，在这里。Gilbert Arenas 即将来到他的篮球生涯巅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Arenas 每天练球都要面对 Larry Hughes 这个防守大锁，所以如果能够把他搞定，那外面的防守对 Arenas 来说就跟一片蛋糕一样，没什么两样。Arenas 迎来他第1次的明星赛，当时和 Larry Hughes 是全联盟得分火力最强的后场组合。第2年 ，Arenas 带领巫师
打入了睽违7年的季后赛。第一轮对上公牛的一球经典的绝杀，让巫师最后冲过了卡了22年的第一轮。虽然他第二轮就输给了 O'Neal 和 Wade 的热火，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竟然成为 Arenas 在巫师唯一的第二轮体验。25岁的 Arenas 迎来生涯的最高峰，连续3年入选明星赛，获得三分球大赛的亚军。面对 Kobe 的防守之下，砍了60分。5天之后 ，Arenas 在太阳队头上再度报复性的砍下54分。为什么说报复呢？谁叫太阳的教练 Mike D'Antoni 把 Arenas 从当年的梦幻队刷掉？那一年 ，Arenas 光40分以上的比赛就有9场。网络上的球迷开始叫他0号探员，他也上了 NBA Live 08的封面，他的绝杀也成为电动的片头影片。正当一切看似都要起飞的时候，在一场对上山猫队的比赛 ，Arenas 被跌倒的 Gerald Wallace 阴错阳差压到膝盖，造成 MCL 韧带受伤。从那时候开始 ，Arenas 的数据就开始很明显的下滑，那巫师队的战绩就一直往下滑，终止了连续4年的季后赛之旅。受伤之后的 Arenas 虽然偶尔可以拿个大3元和40几分，不过大多都是昙花一现。膝盖的问题让他打打停停之外，另外一个关键的事情发生了。2010年1月1号 ，Arenas 和队友 Javaris Crittenton 因为赌博而口角，两个人都拿出上膛手枪威胁对方。这个动作呢，触犯了 NBA 还有华盛顿特区的枪支管制法。NBA 从1月6号将 Arenas 无限期禁赛，直到整件事情调查惩罚落幕为止。执行长 David Stern 也亲自说，他觉得 Arenas 的状态不适合出现在 NBA 赛场上。Arenas 后来也公开表示他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造成大家对 NBA 不好的观感，他应该要做大家的榜样才对。Arenas 被判2年缓刑和软禁1个月，直到新的球季开始 ，Arenas 才以9号回归了巫师队。原因是在 NBA 的9年都已经过去了，是时候要向前看了。在巫师最后的时间 ，Arenas 都在辅佐 John Wall， 打了21场之后就被交易到了魔术队，作为 Jameer Nelson 的替补。1年后，魔术队为了留下明星中锋 Dwight Howard， 运用特赦条款释出 Arenas， 清出薪资空间。这代表 Arenas 接下来的3年1场球都不用打，却让他赚进了6200万美元。之后到灰熊打了17场比赛，后来上海大鲨鱼的14场比赛。如果怀念他打球的身影可以注意一些半职业联赛和 Big 3的3对3。虽然膝盖受伤过，但是他那个苦练到不知道多少的投篮，在那些联盟也是一直投出绝杀球，每一次关键的绝杀都还是感觉非常轻松愉快。Gilbert Arenas 认真练球的另外一面，大学队友 Richard Jefferson 说 ，Arenas 错过了 NBA 的名人堂，但是如果有一个恶作剧的名人堂的话 ，Arenas 绝对会高票当选。你们不认识他的话，你真的不会懂了。他每一件事情都能开玩笑，而且非常爱挑战每个人的底线。他真的是没在怕的。我刚刚没有讲为什么 Arenas 会掉到第2轮，对不对？因为在选秀前发生了这2件事。通常选秀会之前，球队都会做很多测试。有一项测试是跑步机15分钟测体能。结果 Arenas 出现的时候，他穿帆布鞋。Jefferson 看到他这样，他就想说，我就看你这个白痴穿这双鞋到底要怎么跑。结果上去之后，他跑了3分钟就下来了。他说不行啦，这样子我的鞋子会有折痕啦，不跑了不跑了。现场除了 Jefferson 以外，所有人都傻眼。接下来的行程是一个大约有100个人在现场的记者会。有一个记者就举手问问题 ：Arenas 先生，你未来加入 NBA 的最终目标会是什么呢？ Arenas 回答 ：I wanna be a pimp。Pimp 的意思就是有很多钱啊、女人、车子这样。大概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玩咖。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所以记者再问了一次，给他第2次的机会。Arenas 先生想了一下之后回答 ：I wanna be an international pimp。我想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玩咖。后来 Arenas 才被那个记者很严肃的训话了5分钟。Jefferson 在他旁边一直跟他说：“你太夸张了，你不要再闹了。”他才决定收手。所以如果你是球队的话，你还会选 Arenas 吗？疯狂的 Arenas 场外一直都是教练的噩梦，但是在 Arenas 将这个疯狂的程度带到球场上的时候，你知道那会变多可怕吗？巫师的队友 Brandon Haywood 说 ，Arenas 练球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他的练球菜单疯狂到很多 NBA 球员都没有办法办到。
所以每次跟 Arenas 一起练球的强度都很高，这也是当时巫师在东区不能被小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Anton Jameson 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比 Arenas 还要更专注。曾经训练过 Jordan 15年的训练师 Tim Grover 评价 Arenas， 训练他非常的轻松，因为你只要指点他几句，他都会疯狂的自主训练。Arenas 谈到他在打球的时候，他不会管现在领先20分或者是落后20分，防守他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的心态就是我要在你头上得超过100分。他绝对不会让对手有一点点的信心，觉得他们好像在同一个等级。所以每晚40、50、60分 ，Arenas 就是防守者的噩梦。如果把 John Wall 的爆发力、Damian Lillard 的投篮，加上 James Harden 制造犯规的能力，等号的另外一边应该就会是 Gilbert Arenas。在 Curry 的上一个年代 ，Arenas 就开始投一些大号三分，而且非常的轻松，当中有很多的绝杀。所有的球迷都为了 Agent Zero 而疯狂。在2005年，每场比赛三分线出手5次以上的球员有15位。猜猜2021年每场比赛三分线出手超过5次的球员有几个？我让你们想一下，67。今天有67个球员，每一场比赛会投超过5个三分球，比当初多了大概 4.5 倍。当时第一名是 Ray Allen 的8次出手，比现在的 Curry 少了整整5球。所以 Arenas 其实很早就已经具备了所有现代篮球员的条件。那他的21岁场均 18.3 分、4.7 篮板、6.3 助攻和 1.5 抄截，就我目前看到的，只有另外4个人有达到这个门槛 ：LeBron James、Allen Iverson、Magic Johnson， 还有 Isaiah Thomas。在24岁那一年的成绩，平均 29.3 分、3.5 篮板、6.1 助攻和2抄截，历史上没有一个24岁的球员能够达到这个成绩。那 Arenas 受伤的那一年，他才25岁，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伤的话，他的成就会不会等于或大于你们刚刚有看到的球员呢？ Arenas 虽然怪但是他的篮球智商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他常常有很多不同的篮球观点，我觉得都可以去思考。做过非常多篮球研究的 Arenas 有一次聊到说，一个很会助攻的后卫其实是没有办法帮助球队拿到冠军的。这个是真的吗？你现在想到了谁？历史上助攻很多的纯控球后卫，拿到冠军的除了 Magic Johnson 之外，只剩下 Jason Kidd 和 Avery Johnson， 而且他们当年的助攻其实也不多。Arenas 的逻辑是，当一个纯控球需要帮助他的队友变得更好的话，那代表这些队友不够强，没有人能够自己创造机会拿分。例行赛可以打不错啦，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拿冠军。NBA 到目前为止有75个年度助攻王，当中猜猜看有几个人拿过冠军？6个而已。所以比起助攻Arenas 更注重他1对1单打拿分的能力。听了 Arenas 的事迹，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疯子，但是其实他的脑袋非常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现在 Arenas 是他儿子 AAU 球队的教练，他教儿子也很有他的风格我跟我儿子很常像队友一样激烈的讨论事情，但是我从来不会拿我是他爸的资格来压他。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那我们就会停止沟通，他就会停止成长，到最后你就会失去他。至于为什么出来当教练呢？因为一切都是受到了 Kobe 的启发。Kobe 不断的鼓励 Arenas 回馈给这个篮球社会，并且以身作则，一直到了 Kobe 的直升机事件 ，Arenas 突然醒了，他觉得他必须要接下 Kobe 的使命，为了这些孩子，为了他们的未来而做出贡献。现在的 Arenas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podcast 节目 No Chill Gil， 意思就是 Arenas 从来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永远都不会球，他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那里面也有很多突破框架的篮球思维，我觉得真的很不错。Gilbert Arenas 虽然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疯狂的球员，但小时候曾经无家可归的 Arenas， 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Zero to Hero， 私底下也做了非常多的公益回馈给社会。他说，当我不在打球的时候，我不想要人们讲说他拿了一个冠军之类的，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样评价我，这一个球员他是为了人民而打球的，他是为了球迷而打球的，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因为 Arenas 想告诉世界上每一个人，如果你们够想要，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曾经在一集 podcast 里面 Arenas 被人家问到一个问题，你做了这么多疯狂的事情但是如果神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一件事情重新来过，你会希望是哪一件事？
那 Arenas 想了一下，他说他最希望在他受伤的前一天晚上，他能够收回跟教练 Eddie Jordan 所讲的话。原来是 Arenas 在他韧带受伤的前一天晚上，他跟教练抱怨了一些有关就是调度的问题，导致教练觉得有一点不被尊重，所以隔天呢，他就决定让 Arenas 替补上场。那 Arenas 是一个在比赛之前他都有一定的顺序流程的人，他都会开同一条路、同一条线道，然后到体育馆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上场。但是因为替补的这件事情打乱了他所有的节奏，所以虽然后来是替补出发，但是上场了1分50秒之后呢，就受了这个伤。这一个让他算是从有可能的 NBA 名人堂球员，直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走下坡。所以回头看 Arenas 这一段的篮球旅程 ，From Zero to Hero， 从一无所有到一个篮球英雄，绝对是因为他的疯狂训练所造成的结果嘛。但是呢，也是因为他的疯狂，所以呢，造成他自己说的他的那个受伤，还有他的持枪事件。我们这样子观察起来，好像很多东西，就是命运而已嘛。但是有一个说法是这样。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个性会决定他的命运。这个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啦，就是一个选择，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每次听到这种很疯狂的故事啊，我的心里都会好像浮现出一句 Steve Jobs 在 Apple 的广告里面说的话 ：“It's the crazy ones who changes the world。”只有疯狂的人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是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啦，我们没有必要到这么疯狂。其实只要一点点的疯狂的成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因为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6年赚6000万美金嘛。那感谢 Arenas 的大嘴巴，他的资料超级无敌多，因为他现在在 Podcast 就很会讲嘛，非常爱讲，超爱讲。透露一下，这一集的内容大概只有1半到1/3而已吧。如果你们还想要听有关 Arenas 的故事呢，我会把剩下的资讯慢慢的放在我的 IG 上面。那这边预告一下啦，影片没有讲到的部分，就是 Arenas 对于他持枪事件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自白，然后 Kobe 是怎么样影响他现在当个教练，还有 Arenas 其实做了很多回馈社会的事情，以及很多他对现代篮球的看法。之后我再放在 IG 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对了，据小道消息指出 ，Adidas 最近要复刻一双当时非常红的 Arenas 的鞋，叫 Gill Zero， 最近可以注意一下。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了。那下一集的球员呢？我最近在研究一些后卫，可以想一下哪些是符合我介绍的风格，但我还没有讲的后卫。最近也许会让一个大前锋插队，也许。如果你们喜欢像今天这样的篮球故事的话，记得到这个播放清单去听更多、更精彩的球员故事吧。那谢谢大家的收看。That's it from me to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